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满满的僵尸，没有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这个种族。哇，总共出了5队的僵尸啊！因为它真的好用啊，一个队伍只要100块啊，血量也不差，模组数量也不会说太少，非常的经济又实惠啊。那后面放了2队的荒坟守卫，主要是用来斩杀对方步兵线的。这边有对抗步兵有加级，当然我方队伍不可能那么稀少。我们来看一下放在外围的部队，这边2队，一队是恐狼，那一队是黑骑士。这2队是躲在旁边，准备抓时机绕对方的后排，要切断对方后排的攻击。那这边还有2队，一队也是恐狼以及黑骑士，这样子分开进行包围的任务。最重要的主力输出核心就是这个巨鲸兽，出了2只，以及红公爵，总共出了3只单体巨兽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巨鲸兽，它跟龙形单位一样，有着这种土袭类型的魔法。但是它不太一样的是，它还有这个恢复能力，它可以自我补血，但是要小心，它受到火焰攻击会更痛。那老样子的话就是惊害对方，这个是打鼠人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。而且这次出了3只单体巨兽，3只都可以惊害。所以使用的好话，对方鼠人会被吓跑，很容易被吓到乱七八糟。那我们看一下红公爵，我这次带的技能是带这个恢复的魔法，以及魔法弹，还有召唤的魔法，主要就是依赖这3个。那剩下的还有物品，就是力量药剂，然后卷轴，锁敌者也有带。然后这边是龙袭魔法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基本上就是主要可能就是用这3个魔法，然后视情况放技能跟使用物品。好，我方阵容介绍完毕，我们来看一下鼠人这边。鼠人这边这个兵表我曾经使用过。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输出，这边主要输出的单位啊。2队的机枪鼠，如果空军单位非常急着照进，2队机枪鼠集火下去，那个伤害很可怕的哦。那对付步兵呢？那当然就是用这个崩山救炮啦，让我方步兵跟对方部队缠打的时候，崩山救炮炸下去，大家一起炸开。最后面这边是4队的闪电炮。闪电炮要攻击单体巨兽或者是对方的骑兵单位，其实都可以。它主要有反大型加成。当然你要打一般步兵也是可以啊，但是蛮浪费的，因为闪电炮它的攻击间隔蛮久的。建议就是如果对方有这种单体巨兽，能攻击先攻击。然后外围的步兵线呢，就是以4族战属长毛兵以及4族战属混搭而成的。那中间还有2队奴隶鼠。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领主。领主之前使用过很多次了。那主要就是灰先知瘟疫系，然后带的是2个召唤系法术以及1个强化系法术，让我方武器附上了中毒这个能力。好了，那这边介绍完毕，我们就开始进入战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我方就开始策动了2边的机动单位，准备要包夹对方。那这边也在变换阵型。那这边我抓到一个变换阵型的空档，要赶快冲过去，因为恐狼它的速度算是蛮快的，移动速度是95。它的机动能力算很好。那我骑兵呢先放着，因为我要先确定
第一个过去的恐狼能安全下去，而不会被对方拦截。好，漂亮！恐狼咬到了，那我方的骑兵就开始直接冲了过来。我们这边放慢速度看一下，东山旧炮炸这些单位哦，其实也算是蛮痛的啊，一发下来，让3个部队分别造成25%的伤害，其实算蛮痛的哦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来，那骑兵也立刻冲了上来，骑兵带着强大的冲锋加成撞了一下，刚刚闪电炮撞一下，其实伤害蛮严重的哦。然后恐狼又继续咬了过来，但是恐狼的士气快支撑不住哦。这种士气支撑不住，等等就会自我燃烧烧掉，这个是不死族的缺点，应该算是缺点啦。虽然说它不会撤退，但是只要士气低到0以下，它就会开始自我燃烧。好，对方在闪电炮在点我方的巨tinh兽以及红公爵，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。这边恐狼跟我方的骑兵单位不断的在冲撞对方的后排单位、炮兵单位，不断的在拉扯，撞下去跑。好，我们这一发土袭下去，感觉烧的不多，这个没有烧的很漂亮。我这边看到机枪鼠刚起火在打，那个会很痛。他刚刚其实没有射完整一轮。这边下来，赶快先抓机枪鼠。这边荒门守卫粘上来过后，其实我方的单体巨兽就可以撤走了。因为机枪鼠要打荒门守卫是不可能的事，很快就会被斩杀。你看士气低到一个程度，然后就会被侵害到跑走。这种就是单体巨兽很大的优势。我们这边看到的风山旧炮，不能乖乖这样子让你在旁边发射。一定要想办法。好，我召唤了一队僵尸去拦截对方，因为我的目标是想要斩杀对方的领主。那僵尸主要就是拖住对方而已。我知道僵尸要打死风山旧炮应该是没那可能性。好，那对方的领主一直想跑哦。刚刚差一点有吃到惊骇，不过不够。又再一次要准备再扑下来，好，这是步行领主非常头大的地方。步行领主就是很容易被东西推倒。好，刚风山旧炮射了一轮下来，但是伤害有限。他士气一直可以维持住，很厉害哦。好，我们又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打到就有点痛，刚刚很明显掉了1格的血量。不过我还是持续的在骚扰对方的领主不要让他好好的做事情。虽然说我也是用领主在打他，但是我方占优势。刚刚这样子扑了一下，撞了一下，对方领主重伤哦，剩下大约25%的血量。好，这边看到机枪鼠在不断的射击我，这个不能忍，因为巨鲸兽在步兵群里面洗澡。我们这2队在步兵群里面洗澡，然后顺便把对方的老鼠给吓跑，所以暂时离不开身。然后为什么问骑兵跟恐狼呢？都已经争霸差不多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再去支援。那我们这边红公爵准备去抓对方的机枪鼠不能让对方射那么开心。对方也在努力的跑，他看得出来我要抓对方的机枪鼠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吐了一口龙息下去。好，我觉得这口龙息下去，对方就回不来了，所以就不理对方了，直接走。然后这边对方单位一直被巨鲸兽一直不断的被侵害，其实这边我方占优势会很大，而且加上还有一些那个僵尸荒门守卫在斩杀对方。其实他这样子跑撤了又回来，其实反复吃惊害，很容易就这样子士气就一口气全崩了。刚刚是士气一口气直接崩盘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
主要就是仰赖巨鲸兽跟红公爵啊，3只单体巨兽非常容易引发出惊骇，让对方的单位给吓跑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头大是因为我知道对方有3个闪电炮，闪电炮在打这种单体巨兽的时候，其实优势会很大，那就只好搭配步兵或者是狗这种东西去骚扰对方。只要看到对方的炮兵有被抓到，有被狗咬到，或是咬到过后骑兵冲上去，对方这边很容易就扣很多血。那这种飞在空中的单体巨兽就有非常大的空档，可以赶快去切入。虽然说机枪兵打他们非常痛，但是你真的要在一轮齐射状况下抓掉一只单体巨兽，坦白讲，只靠2队是不可能。哪怕除非你要出到4个队伍，那就真的很有可能性了。像之前玩大震弹的时候，4队的火枪兵起火1轮，甚至贪心一点起火到2轮，这样子要需要到那种极端的地步才有可能。所以像使用这种单体巨兽的时候，其实遇到这种弓箭手机枪兵单位的时候，不要去怕它，对方不可能在1轮到2轮内只把你击杀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像遇到这种4个队伍的闪电炮，那你就真的要小心了。4个队伍总共8门大炮，你这样过去8门大炮齐射，搞不好你50%的血就会不见了。如果遇到像这样的话，就很危险。所以单体巨兽，尤其是飞在空中的，要有这种地面单位去做搭配，不要冲得太快，一定要有其他部队去搭配。甚至说难听点讲，你要有这种恐狼敢死队，粘上去过后，骑兵再过来，然后最后空中单位再一起切入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